不断的飙涨，飙上了历史新高价，到底为哪桩呢？今天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治愈，包含一下我的鼻音小感冒。好，那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聊的是，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铜博士铜价来到历史新高，而且呢，先预告。高还有更高，还有更高，还有未知高度的高。好，那为什么呢？今天就带大家好好来聊一聊这个原因。这个原因呢，可能会翻转整个全世界的铜，乃至于是基础金属啊，很重要的一个供应供需影响价格的一个态势了哦。听起来很复杂，到底怎么回事？很简单来讲，就叫做现在的供应量大幅下降，但是需求量不断上升。人家讲铜博士，因为这个铜只要很好的话，需求很多的话，就是经济一片向好嘛。通常大家是这样认定，然后也会认定说，这个铜价应该就是供需造成的，没错。但是呢，这一次的铜价的飙涨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总统的关税，所以连铜的供给都出现了地缘政治当中的一个这个沙盘推演，地缘政治的争夺。你就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好，我们先来看美国。美国呢，他们知道这个铜啊，这个现在需求量很高。那铜为什么需求量很高呢？简单来讲，就是呢，需要铜的地方太多了。比如说电动车的发展，你知道一辆电动车它需要35公斤到50公斤的铜。比过去的车要多的太多太多，然后呢 ，AI 也在发展 ，AI 的一个资料中心呢，大约是一个资料中心，大概就是5000辆电动车的铜的一个用量，所以呢，大概你盖一个资料中心，大概就需要250吨的一个铜了哦。你就说哇，好多，对，好多，而且你去看现在全世界各地。到处都在盖资料中心，你就想好了，那是有多少的铜要用啊？那除了这个电动车，除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资料中心之外呢，大家说要发展 AI 除了资料中心 ，AI 需要电力啊，这种大型的一个用电升级，铜线。输电线，那你现在看到了这个美国，他们正在重新的布置它的一个电网，强韧电网，台湾也在做，然后呢，重新的翻修它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到处都要用铜啊，好，所以你就说理解这个铜的需求量变得非常的多。好，那供给量呢？供给量为什么在减少呢？因为近来啊发生了很多天灾人祸的。那于是乎呢，我们看到最近美国总统川普他就做了一个动作，他签了一个这个行政命令，放宽新矿场的一个开采限制。过去呢，美国他说，我是一个非常注重环保的国家，所以呢，像这种高污染的或者是开采矿产的，他们就不喜欢。他们觉得世界上那么多国家，你可以去开采啊，对不对？智利去啊，就污染他们啊；中国去啊，澳洲去啊。那这种高污染的一个产业。我就不用做了吧？但是现在，这个实在需求不够了，所以你看到川普呢就要求说，好，接下来我要放宽新矿场的限制。过去呢，你在这个美国，你要有一个新的矿场，我要开采这些金属矿，它会历经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取得土地的一个这个过程，然后非常长的一个环境保护的一个这个重新的评估。所以平均呢，一个新矿场，你从无到有要可以生产，可以开始去挖矿，大概需要29年的时间哦，很久。你那个矿场呢，好不容易可以开采，不好意思，人家早就不要用了。所以呢，你看到这个美国过去这件事情旷日费时，但现在呢要加速它的进展，把很多的一些规矩都放宽、放松监管。那为什么呢？降低对外国的依赖。这些矿产，它希望美国自己也有开采能力。那除了铜之外呢，像铀啊，像这个钾盐啊，像黄金啊，其实有一些这个矿产，美国自己也是有蕴藏量的，只是它不开采而已。那现在呢，这个川普就说都全部都给我开采，因为呢他希望自己也可以有生产的能力，不要到时候全部都被国外卡脖子。好，那讲回来，那最近呢，除了铜这个暴涨之外另外像是铝，另外像是这个锡，其实呢这三样这个铜、铝、锡三样的金属最近的价格都不断的暴涨。那刚刚提到了需求量这个很大，
然后呢这个供给量少，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供给量变少。好，我们先讲铜，铜的短缺非常的确定的哦，因为近来呢这个天灾状况很多，像印尼呢有一个这个铜矿，全世界第2大。那这个铜矿发生什么状况呢？严重的土石流，然后据说有80吨的这个土石流就冲进了它矿里头去，还造成了7名的这个矿工不幸丧命。那于是乎呢，这整个矿就废了嘛。而本来在挖矿的，突然土石流通来了，你怎么挖啊？然后又造成了这样一个死亡的一个这个矿灾。于是呢，现在这整个矿是封闭的状态。这个矿它其实每年可以产出的量是全世界需求的3%，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铜矿。好了，那这下就不用开采啦。他们现在估计可能要到2027年才有可能清理里头的这一团糟，然后重新再恢复正轨。2027年了哦。那另外呢，还包括了像是智利、秘鲁，都是一些这个铜蕴藏量非常大的国家。智利跟秘鲁呢，各自都有被抗议的事件哦，有的是这个抗议说你那个这个罔顾人命啊，矿工在里头受伤啊，然后你这个矿商怎么不管啊，各种的抗议。然后呢，在秘鲁则是大家抗议说你这个影响旁边环境啊、污染啊等等，一天到晚到你门口去抗议，你怎么继续嘛？所以呢，像智利、像是秘鲁，他们都是因为这些不断抗议的事件，好几个矿就因此停摆下来了哦。那于是呢，你就看到了，那这些本来都是这个非常高蕴藏量的一些矿，现在都各种原因的天灾人祸的一个没有办法继续开采，所以呢，你就让那个突然间的供给量就荡下来。那荡下来之后呢，现在啊，这个已经有这个智利的一个这个矿产啊，就想说趁火打劫，对不对？你很要铜矿，那现在供给很少，我就卖一个高价给你，超高价，贵得要命。但是怎么办呢？你就是得要矿，所以呢，最近已经有中国的买家就是忍痛点头，好，我买。好，但是呢，一旦高价的一个铜矿成交了之后，哇，那接下来当然大家有样学样嘛，那么贵都有人买了，我也要卖很贵，所以铜价就一路的飙上去，才会在近来你看到12月初再度创下了一个历史新天价。铜价不得了，爆表。好，这是铜。另外呢，像铝也是哦。铝呢，其实呢，在这个全世界当中，应该是中国，它是一个这个开采量最大的一个国家，然后它的那个冶炼的一个技术也非常的高哦。那这个冶炼的一个状况呢，中国他们说他们不要过度的一个开采，所以他们定了一个上限。好，那这个上限那不够啊，怎么办？于是他们说，那我到海外去，他们找到印尼，印尼呢，它也有这个铝矿，但是呢。这个印尼呢，他们本来要建厂的进度也卡关，印尼也说那我也不要过度开采啊。然后冰岛最近有一条这个产线哦，它是整条线坏掉了。它坏掉了啊，所以不能开采，所以呢，导致现在铝的状况呢也是短缺的状况。然后呢，另外看到锡呢也是一样，它锡呢最重要的是缅甸跟印尼这2个国家都说我不要过度开采，我就是这么慢慢来，不然的话开采光了，那我以后吃什么？所以呢，他们有一个限量，所以就变成了铜，然后铝、锡，现在的这些基础金属啊，都是呈现一个供应量非常短缺的状况，那当然价格就上去。好，那当然我们今天讲的是铜，我们就回来看铜的一个这个蕴藏量啊，其实呢，应该说全世界的蕴藏量，开采到目前为止，大家已经开采1半左右了。你再继续开采，另外1半开采完就没啦。好，那我们来看这个铜，目前为止啊，现有的在全世界存量大概还有9.8亿吨。那过去历史当中累计的开采量大概已经有7亿吨左右。目前为止呢，我们来看到全世界啊，这个蕴藏量最多的是在智利，有接近2亿吨，还有的这是目前为止。那另外呢，像是澳洲、秘鲁各自还有1亿吨左右。另外像是刚果、俄罗斯，好，那你看这些国家呢，大概就占了全世界1半以上的这个铜的一个蕴藏量。好，那他们开采就各自有各自的难题嘛，我们刚刚提到了。那当然这些开采也不仅仅是这些国家自己开采，通常都是有那种跨国的大型的一个这个矿商进到这个国家，然后呢一起来做开采的一个这个动作嘛。好，那现在呢这个铜价已经来历史新高，那你就要问我了，铜价呢会高到哪里去？我们刚刚开宗明义告诉大家，云深不知处啊，不知道高到哪。因为呢现在已经有非常多人讲铜的超级周期来了，铜博士会
不得了的爆发，然后整个铜呢，因为缺铜到一个状况。好，我们就来看到这是嘉能可，然后跟2家都很重要的一个大宗商品的贸易商，一家是嘉能可，另外一个是这个 Mercure。好，这个Mercurial， 好 Mercurial 这家公司，好2家公司，我们来看看他们各自的态度。好，嘉能可呢，他最近开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发表会，然后告诉大家对于接下来的一个看法，特别大家都来听他讲铜。好，他为什么讲铜是这个超级周期哦？他就说了，他说他们在2035年之前，他要把产量翻倍。这件事情呢，对于这个嘉能可来讲哦，这个很特别。为什么？因为嘉能可呢，过去他的一个这个策略哦，就是他不喜欢开新矿，因为他觉得你们这些其他矿产一直去开新矿，然后就会把这个大宗商品的价格往下拉呀，很像油的概念。我如果开采多了，我的油价就掉下来。所以呢，嘉能可过去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就这样经营，就用现有的矿山，然后来经营，好好经营。然后我们大家有一个稳定的一个 tempo 往上，让这些大宗的一些这个金属的一个价格可以维持在一定，那大家有钱赚不是很好吗？结果这次他告诉大家，我要加大产量，在铜矿的部分，他在2035年之前，它的产量翻倍。所以大家都说哇哦，你是看到了些什么？你怎么突然间这个福至心灵，我要加大这个开采矿？因为他就告诉你超级周期来了。他说现在呢已经是一个整个结构性的一个变化。刚不是讲了吗？你说电动车要那么多电 ，AI 来了，资料中心要那么多电，所有的电力设施要重新的这个汰旧换新，它需要非常多的铜。所以呢你就说了哇，这些都是这个铜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他说那叫超级周期来了。那他就说了但是在超级周期来之前，我们会历经一阵阵痛，因为他说明年就是供不应求的一年嘛，因为它的这个产量就会先荡下来。刚讲到了很多的大型的这个铜矿都面临到了一个这个停产暂停下来的状况。好，那所以呢你就说哦，超级周期来了，那会一路往上。另外我们刚刚看到这个Mercurial 这家这个也是大宗的一个这个商品贸易公司哦，他说呢，美国以外的地方很可能会面临到无铜可用的状况。为什么？因为呢，大家还记得川普说他课关税，然后他说呢，精炼铜他要课关税，所以大家一听到说，哎呦，精炼铜要课关税，以后这个运到美国去的铜不得了，很贵啊。于是呢，大家预先拉货，现在几乎全世界的铜都在往美国集中。因为后来这个川普又讲了，他说，哦，那我延到2026年我再来课这个铜的关税。于是呢，大家都要在2026年之前赶快把铜运到美国去囤起来，然后等到它课关税之后，这个铜价变很高的时候，我就再来卖。所以现在所有的铜都在往美国去，大家都在往美国运输当中，不是在美国，就是正在往美国的路上。那于是呢，他说这会造成什么样的状况？就会造成所有的铜都到美国了，这个美国以外的地方铜的一个量变成了一个真空状态。好，那以前还有一个地方需要铜，中国啊，中国需要很多铜啊。结果呢，现在大家通通因为套利，通通往美国去了。那其他地方要铜啊，要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讲中国他们这个铜的买家点头忍痛，我就是要买铜，我觉得很贵，我也得买。那就是呢，跟美国抢铜了。有的这些交易商，他要赚那个铜之后的套利的价差，所以呢，这个现在铜都往美国去。但中国我现在就是要用铜啊，我需要铜啊，所以我就被迫去抢了。拉扯我就加价购嘛，对不对？你买不到我就加价再加上去，所以呢这个套利的巨量就开始了，大家就拉扯之下，那个铜价又一路的飙高。我们来看铜价到底会飙到多高哦？目前为止一些机构的看法，像德意志银行就讲了，他说德意志银行已经看到了这个1万美吨啊，这个铜价1万1、1万2开始往上看，然后呢这个瑞银说啊会看到13000万，哇，这个不得了，13000哦，美吨的一个铜哦，这个而且呢还可能还会继续往上看，因为呢大家在抢铜的状况底下，那个价格你实在很难预估。于是呢我们就来看那这个面临到这个铜价一路在飙涨啊，那现在呢这个铜的一个市况是不是这些矿商都赚很多钱呢？未必我们要带您来看到这个刚提到了这个美国的铜价，因为大家套利嘛，所以都到这个美国去了，但是呢这个
冶炼铜的这些这个冶炼商，你说他们赚钱，大家苦哈哈，然后你就觉得很奇妙了，这是什么一个世界？怎么两样情啊？铜价飙到那么天边去的，那为什么冶炼铜的这些这个冶炼商反倒是苦哈哈嘞？甚至你知道一个荒唐的状况是，中国的铜冶炼的加工费啊，一吨啊，你知道吗？太荒谬，是冶炼不是我铜来了，那你帮我冶炼，我要付你冶炼商钱，对吧？现在不是，我铜来了，然后这个冶炼商要帮人家冶炼，我要贴钱给你，他就说拜托你，你把铜给我冶炼，我付你每吨给你$60，然后你就想说，这种亏钱的事情有人做啊？这个中国就妙了，中国不亏钱啊。中国虽然是你铜给我，帮你冶炼费是我贴钱帮你做冶炼啊，然后呢你就拿着冶炼好铜走了，开心的离开了，对不对？然后还赚到钱，然后就觉得这件事很荒谬。那中国赚什么钱呢？中国就赚。对，我帮你冶炼了之后呢，我有这个附加价值。什么是附加价值？就是呢，它会产生副产品，副产品呢就是硫酸。那我可以把硫酸拿去卖钱。再来呢，就是那个铜价在涨嘛，我可以赚那个铜价的差价，它这样也能赚钱。好，那你中国有本事这样赚钱，那中国厉害。但是啊，日本跟美国冶炼商赚不了这个钱呐。他们说哪有人这样，哪有人贴钱在赚的，所以拜托不要这样搞好不好？但中国就是这样赚钱，所以呢，你就看到了这个世界也是蛮妙的哦。中国这样持续赚钱，所以这个行业呢就开始出现了排挤的状况了。有一些的这个铜的一个这个冶炼商就活不下去了，被中国人逼到了。日本呢就说这哪有人这样？所以日本现在就想方设法，我要找铜的替代品。他们有很多东西，他们用铝来取代它了哦。那这个日本人他们这个对于材料非常有一套嘛，所以他们就在研发各种的可以取代的一个方案了哦。但是呢，无论如何看到了这个行业当中啊，有一些这个很奇妙的一个现象，贴钱他能赚钱哈，这是他很奇妙的一个这个他们自己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生态了哦。但是呢，回过来我们一般人看到了这个铜价在飙涨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投资呢？好，你说我要去买这个铜的期货，哎呦，那你高手，我们的内行，但一般人很难。所以呢，你说铜价高涨的时候，我们要去买什么铜相关？你要买矿商。刚冶炼商讲了很难赚钱，你不要去买那个冶炼商，你要买矿商，矿商才有赚头。但是很多的矿商现在面临到的状况是，我明明看到铜价很高，但无法开采，因为我的矿现在是暂停状况，按下 POS 键。那你要买什么呢？很多的 ETF 呢，其实也有这些铜相关的一些概念股，你去直接买那个铜相关的矿产的基金，或者是这个铜相关的这个 ETF， 或者呢都会是大家可以赚到一些这个铜涨价效应下的一个蛮好的一个标的，那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咯。因为毕竟铜呢现在超级周期来了，它的一个涨势呢应该没有这么快就停下来，至少要到2027年，可能你才会看到那个铜的一个供需回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况。目前为止呢，都是整个供给上非常不足，需求惊人的状态。那这样的状态底下，铜的价格就会持续往上。所以呢，今天就特别拿出来跟大家这个做一个分析，希望大家可以参考，一起赚钱咯。好，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看咯，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我们下回见，拜拜。